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希望你今天过得不错，也希望你听到这一集的时候能放松一点。也许你在下班路上，或者在学习的休息时间，我都很开心能在这一刻陪着你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：当中文变得太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保持动力？其实不只是你，我也有过那种想放弃的时刻。学习中文有时候真的不容易，生词太多，语法太复杂，听力太快，口语又说不出来。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笨，或者觉得再怎么努力也没用。但其实每个学语言的人都经历过这种低谷期。重要的是，你要知道这种感觉是正常的。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特别有热情，每天都听歌、看视频、背单词。那时候我觉得中文好有趣，每个字都像一幅小画。但学了几个月以后，我发现自己还是听不懂电视剧，写字也很慢，说话还常常结巴。那种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甚至想，算了吧，我可能不适合学中文。但后来我发现，真正的问题不是我学不好，而是我太急了。我想太快看到结果，却忘了语言是要慢慢积累的。我那时候开始改变一个想法，不要总看自己还不会的，而是看看自己已经会的。比如，我以前连你好都不会说，现在可以点菜、问路、聊天，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进步。每次我能用中文和别人交流，我都会夸自己一下。你也可以这样做，哪怕只是听懂一个句子，学会一个新词，也要为自己高兴一下。这样，你的大脑会记得这种成功的感觉，它会让你更想继续下去。我还发现，保持动力的一个方法是换一个学习方式。有时候你不是学不下去，而是用的方法太无聊。比如只看课本太累了，那就换成听播客、看短视频、看电视剧。你可以选你喜欢的主题，比如美食、旅行、电影、音乐。当你觉得内容有趣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觉得我在学中文，而是我在做我喜欢的事。那种轻松的感觉会让你学得更久，也更自然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特别喜欢看中国的美食节目，主持人说话很快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，因为我太喜欢那些吃的了。我一边看一边学新词，比如香、辣、新鲜、好吃。每次学到一个词，我就想象那个味道。后来有一次我去中国餐馆，居然能听懂服务员说的要不要辣一点儿。那一刻我特别兴奋，那种听懂的喜悦让我重新有了动力。当然，有时候你还是会觉得累，这很正常，没有人能每天都满电学习。你可以给自己放个小假，休息一天，听音乐、散步，做点别的事。语言学习不是比赛，它更像是一场长跑。休息是为了走得更远，不要觉得停下来就是失败。有时候停一下，反而能让你更清楚为什么要继续。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找人一起学，不管是同学、朋友，还是线上学习群，都可以。有人陪你学，会更有动力。你们可以互相鼓励，互相监督。比如，我以前有一个朋友，我们每天互相发一句中文消息，有时候只是早安，你吃了吗？但这样每天练一练，慢慢就变成习惯了。学习也变得更有趣，因为它不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一起成长的过程。如果你身边没有会说中文的人，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加入线上社群，或者用语言交换软件找母语者聊天。其实，大多数中国人看到你愿意说中文，
都会很开心，也会鼓励你。哪怕你说错了，他们也不会笑你，相反，他们会觉得你很勇敢。学语言最重要的不是完美，而是敢说。你说的越多，越不怕错，你就进步得越快。我还想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有时候你的动力来自看见自己一点点变好，所以记录下你的学习过程很有用。你可以写学习日记，或者录下自己说中文的视频，比如今天录一句“我今天很开心”，1个月后再录一次，你会发现声音更自然，语气更流畅。这种对比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成长，那种感觉特别棒。还有一点，我想特别说，不要总和别人比，每个人的学习速度都不一样。有的人学得快，是因为他们之前有基础；有的人学得慢，是因为他们要兼顾工作或家庭。但只要你没有放弃，你就在前进。学习语言不是一条直线，有时候会快，有时候会慢。重要的是，你还在走。哪怕一天只学1个新词，也比昨天的你更好。当你觉得中文太难的时候，想一想你为什么开始。也许是因为你喜欢中国文化，也许是因为你想去旅行，或者你有中国朋友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那都是你心里的火。每次你觉得累的时候，就去想想那个为什么，那会让你重新找到方向。我有一个学生曾经跟我说，老师，我真的太累了，想放弃。我问他，那你当初为什么开始学中文？他说，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历史和电影。我说，那现在就去看一部你最喜欢的电影吧，不要想着学中文就去享受。第2天他跟我说，我又有动力了。有时候答案就这么简单，当你重新感受到喜欢，你就能走下去。还有一种办法，就是给自己小目标，不要想着我1年要流利，而是想我今天学会5个新词，我明天用中文点1次餐。这些小目标能让你每天都有成就感。学习中文就像爬山，你不可能一步到山顶，但每走一步都离顶更近一点。最后，我想对你说，别怕慢，怕的是停。中文真的不容易，但它也很美。你学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都在让你更接近一个新的世界。当你能看懂第1个句子，说出第1段话，听懂1个笑话时，那种快乐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，当你觉得太难的时候，请对自己温柔一点。休息也好，慢一点也没关系。重要的是，你还在走，你不是退步，只是在准备下一个更大的进步。谢谢你听到这里。如果你今天正处在学习的低谷，希望这一集能给你一点温暖和力量。相信我，你比自己想的更强，也比你以为的更接近成功。加油，我们下次再聊。